大家好，我是夕阳。元宵节快到了，首先祝大家元宵节快乐。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七彩汤圆，想用各种天然的色素制作各种颜色的汤圆。天然的色素健康安全，更适合喜欢过节的孩子们。先处理一下食材，把紫甘蓝切成丝，把胡萝卜切成丁。胡萝卜富含胡萝卜素，一直是人们餐桌上的常客。火龙果的汁水非常丰富，可以用来榨汁，而且富含维生素。火龙果中含有大量的铁元素，可以促进人体血红蛋白的增长，有治疗贫血的作用。南瓜去皮，把它切成块。芒果也是一款色彩鲜艳、营养丰富的热带植物，我们准备用它来榨汁。菠菜中富含各种维生素和叶酸，更是大力水手的最爱。我们一会儿用它来榨汁。紫薯富含硒元素，而且还富含大名鼎鼎的青花素。还有什么天然的色素？可以在下方留言区告诉我。先在锅中加入200毫升左右的水，放入紫甘蓝，煮20分钟左右。看到紫甘蓝微微发白，就把它捞出，然后用滤网把紫色的汁水过滤出来，然后在汁水中加入1克盐、1克白醋，白醋千万不能多加，否则会变颜色。把南瓜和紫薯也放在蒸锅中蒸20分钟。趁这个时候，我们把菠菜加少量的水打成酱汁，也一样放入盐和醋，这是做好的汤圆颜色鲜艳的关键。把芒果也放在搅拌机中，加入少量的清水，打成芒果泥。同样，火龙果也打成汁。胡萝卜加少量清水后，打成胡萝卜泥。现在南瓜也蒸得差不多了，把南瓜放在搅拌机中打成南瓜泥。同样，紫薯把它打成紫薯泥。所有的原材料当中必须加入盐和醋。加醋和盐主要是为了固色，植物的色素遇到空气中的氧气很容易氧化变色。现在我们来做汤圆馅，把300克芝麻倒入搅拌机中，加入50克糖。我不喜欢吃太甜的，所以糖放的比较少，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增减糖的用量。粉碎机打个30秒左右就够了。把芝麻搅拌均匀，边搅拌边加入50克凉水，不要一次加入。在芝麻中放入50克融化的黄油，如果没有黄油，也可以用猪油代替。等到芝麻变成这样的糊状就可以了。要想芝麻馅流动，必须加大量的油，但这不是我们所推荐的。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既可以让馅流动，又减少油脂的方法。在芝麻中先加入清水，可以让芝麻尽可能多的吸收水分，从而减少黄油的吸收。用手把它压平，放入冰箱冷藏30分钟。我们取100克左右的糯米粉，加入绿色的菠菜汁，边加入边搅拌。等面粉变成这样的须状，再用手把它揉捏成团。
包上保鲜膜，防止它开裂。重复同样的操作，再用100克左右的面粉加入芒果汁，也把它揉捏成团。胡萝卜汁揉成的面团，有没有发现揉成面团后，南瓜和芒果的颜色还是比较接近的？其他的面团揉好后，也用保鲜膜把它包好，防止水分蒸发。火龙果的颜色非常鲜艳，真的让我惊艳到了。把紫薯泥、紫橄榄枝也同样揉成面团，还有一个纯白色的糯米团，你比较喜欢哪一个颜色？请在留言中告诉我。把冰箱里的芝麻拿出来切块，然后搓成一个个小圆球，尽量搓的大小均匀一点，这样一会儿包汤圆的时候会非常方便。再放入冰箱中冰冻半个小时。等锅中的水冒泡了，不要煮开，我们在每个面团上取1/6左右大小，把它压扁，放入水中，把它煮熟。等面团煮熟浮起来了，用钳子把它取出，和刚刚的面团揉在一起。揉的时候要小心烫，千万不要用手掌去揉，否则会沾得满手都是面粉，真的会让你怀疑人生。不要问我是怎么知道的。把面团搓成长条，分成25克一个大小均匀的腻子，用拇指在中间压成一个碗状，放入冰冻好的黑芝麻球，然后用虎口慢慢把它收拢，在最上面按一下，在手掌中把它搓成圆球。这样一个汤圆就做好了。加入煮熟的面团以后，原来的面团变得延展性非常的好，这样包汤圆的时候就不怕糯米粉开裂了。如果我们只是包一色的白色汤团，我们可以直接用开水和面，这样就不需要刚刚煮面团那一步了。白色的面团就是用开水直接和的，非常柔软，延展性非常好。因为我们今天需要做的是彩色的汤团，各种色素都是从新鲜的蔬果中提取出来，果汁不能进行加热，否则会变颜色。所以我们今天必须做烧煮面团这个环节，这也是第2个让彩色的汤圆保持色彩鲜艳的关键。最后一个汤圆做好了，
现在看着是非常鲜艳的，但是煮好以后会不会变色呢？在揭晓答案之前，请帮我订阅，这是对我最好的鼓励。煮熟的汤圆基本上还是保持着原来的颜色。生活就像一个调色板，处处充满着色彩，只是看你有没有去发现。孩子们会因为色彩而快乐，生活也会因为色彩更精彩。再次祝大家元宵节快乐！好了，今天就到这里，谢谢您的观看，让我们下期再见。